个办法，就是咱们就是说组成那代表团重新去跟他。再过2个小时，我去跟他谈。我记得是在我18岁生日的那天，他告诉我他在6·4时候的遭遇。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大概5、6岁的时候，开始更懂大人们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开始了解。他们没有跟我说很多关于这个为什么我爸爸没有腿的这些问题。我是巫鹤鸣，我叫方熙然。这是我父亲巫平辉，他是89年学生运动武汉地区的积极参与者，并因此入狱1年半。我叫方熙然，我是方正的女儿。我爸在8964失去了双腿。我还挺喜欢美国的生活的，今年刚第3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你感觉在中国，每一个人的路径都是一样的，上学，然后考试，然后读到一个好学校，然后出来。但是对比我的美国同学，我就发现我的美国同学们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兴趣啊，自己的特长啊，每个人的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This was very expensive. 我是快8岁的时候来的，所以我到这儿都10年多了。小宝贝，我一来到美国，我才发现生活不需要是那样的。我不需要，1年级就有期末考试，1年级就把所有人的名字这个排名从最高的这个成绩到最低的成绩排名，再让全学校看见。我不需要1年级数学考了一个96分，在家里哭，因为不是100分。我来到美国才发现，有很多东西比学习更重要。哪一张是您上大学？哦，这个是毕业的时候。这里面哪些人当时都参加6·4我们班运动？全部参加6·4运动，但是有4个抓进去了。因为其实从小每天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爸爸也会发表很多的政治见解，所以一直都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虽然他一直隐瞒着他6·4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但是我从小都是对政治比较关心。那爸爸是什么时候跟你讲了6·4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是在我18岁生日的那天，他告诉我他在6·4时候的遭遇。对，因为他一直害怕，如果他早一点告诉我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对我的成长轨迹有什么影响。那当你听说了这整个事件、整个遭遇之后，你第一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然后我也记得当我说出我父亲，我觉得你是个英雄，然后我去拥抱他、亲吻他之后，他也落泪了。上网查过，我也查过我爸爸的 Wikipedia，他各种各样的这些采访呀、写的这些文章啊，关于他的什么我都读过。那你爸爸有没有曾经很认真的给你讲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中国父母就是跟小孩子没有更深度的这种聊天，我想象不到我自己的父亲就是我天天住一起的爸爸，当时做了那样的事情，非常勇敢。我确实怕过早的跟他谈我的经历，会让他非常的关注这一块，甚至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行为。89的经历，坐牢的经历，或者整个89学生民主运动的经历，对我的一生是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在牢狱里面你会认识到自己这1年半虽然经受了各种一些肉体的痛苦、自由的丧失，但是呢，你会觉得我从事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是正义的，我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对不起这个民族。如果要说对不起，对父母有点歉疚，就是给他们造成一些打击，也带来一些痛苦。其实想问是，你对当时牢里的狱警是什么看法？他们对当时因为6次坐牢的学生是怎么样对待？客观的说，我在武汉的坐牢的经历，我内心看得出，警察虽然表面上他们也在做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但是内心，包括后来法院的人，其实对学生的还是比较同情的。其中还包括我，刑满释放之后要去办户口，这个我还很清楚记得，警察局的一个女护警说了一句话：“你们没有错。”是啊。这是在现在可能都不可想象的了。他们当时能那么表态，说明也是在他们尽他们的经历。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好像是伴随着他的逐渐长大，他是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可能一开始比如说很小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爸爸跟人不一样啊，什么没有腿啊，或者是怎么了呀，他会一点一点看，或者通过他妈妈，或者通过我家里来的这些朋友们，会一点一点的信息会进入他的脑海里。我想通过这样他获取的东西就会更有一种自己想获得的那种感觉，就是而不是我就跟他讲啊，女儿，我告诉你爸爸怎么样，你要记住什么什么，好像就是什么家仇国恨啊，或者什么事儿，哎呀，告诉你，好像我从来没有。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到了美国这几，他慢慢长大了，包括前几年我们湾区的很多有6四相关的这些活动，他也经常也参加，会有自己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收集，然后自己的去判断，自己去认识。好，走。再见。这样我有思想准备。没有什么，来，看吧。讲到30年前嘛，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好多记忆碎片，它就慢慢的有一点模糊了。有一个情景，我觉得是比较让我很清晰的，就是我在积水潭医院6月5号，就是刚苏醒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睁眼，身边站了一圈人，一圈医生护士，因为这是一个人好像失去记忆，然后重新有一个意识恢复。因为当时我们睡在地下，所以那个情景的一圈穿白衣服的这个医生护士，像这种天使一般，高高在上的，很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失去记忆前，就是我受伤以后被坦克压完之后，这个视觉最后失去之前，我是靠在栏杆上，是能够看见我那个残端那个腿前面露出的那个白色的骨头，所以这个是我可能比较清晰的一个记忆片段，大概就这样。当时你救的那个女生后来再没有跟你联系了，就是你对她这样，把这个整个东西躲开的这个东西有什么感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她回避啊或者怎么样，我肯定觉得很不解。很失望的，哎呀，他怎么能这样？说前几天还到医院来问我，哎呀，你怎么样？我很感谢你当时怎么样？怎么回学校以后，他居然说不知道，然后就再也不出现。肯定后来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他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他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客观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所以他选择逃避或者回避。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能够理解。
如果是你回到你爸爸那个年代，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你会去参与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其实真的想过这个事情。我的答案是我会去，我会到广场上去。但是我也想坦白的是，因为我也是在大陆生活了17、18年的人，我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这是我们的一个通病，就是你不会再去，因为你没有得到一个去关心政治、关心他人的机会，你没有去发声的机会，所以你一切的想法都是在你个人上面。在64之后呢，共产党的改革制造经济发展的这个糖衣，他们带来的不是稳定，他们只是换来了沉默。但是沉默不是永久的，只要我们每年都在纪念，这个沉默终有一天会打破。从小到一直到大概14岁，我都很不想跟这个事情有接触，因为哪个事情？就是跟政治和跟这个天安门跟我爸这些有关系的东西，我特别不感兴趣，我也有一点反对，因为所有人从我小时候长大就一直跟我说，哦，你父亲这样，你父亲这样，你长大要不要跟着他的这个脚步做这个做那个，我就觉得很烦，因为我想当我自己的人，我不想跟着他。上高中的那个暑假之前，我去了我们学校演讲辩论的一个夏令营，然后我在那里我才知道我这样想很愚蠢，我就慢慢的学了更多，然后我就很喜欢上了。我长大我也想做很多关于人权的事情。看不清了。别弄我。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看，就是我以前我父母对我，尤其是我爸爸，就是开车到处没关系。就是以前爸爸腿不好很不容易，是不是？就是老是接送我，因为我以前做这件事情做这样事情，我觉得很多小孩都把他们当一个应该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很感激，非常感激能接送我做各种各样的户外事情，然后上学什么的，请进。啊，这是你的小天地。是啊。哎，非常的干净整洁啊。谢谢。你的诗歌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啊？我电脑上有一些。里面有哪一首是你为64创作的吗？还真有几首。疯子的诗1。6月在嘈杂的森林中迷失，夜色如墨，刺入湖心的剃刀被泛着荧光的死水折磨。没有绝望，那些随处可见的坦克和标语在肖像广场下显出红色，连同太阳，甚至无关策反，不过是一串早已被神圣了的罪恶的光环。快滚开，那些自诩为规则的标点，你们并不代表正义，就像冰霜挡不住河流的脚步，句号也阻不住韵律之外的悲伤。黄昏的地平线外泛涌着白鸽的羽毛，我正步走向落日，戴上帽子集中思想。每当天地翻转，人们被倒挂在水泥铺制的天空下眺望。